这几年你有没有感觉，就是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现慢性疲劳、消化不良、过敏、皮肤问题以及各式各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？去医院检查呢，往往找不到什么原因。如果你刚好认识个营养师，他可能会跟你提一个词儿——肠漏症。咱们字面上理解，肠漏症就是肠子漏了，听上去好像挺严重，是吧？那它究竟是什么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？以及如何用营养的方式去改善？这一期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。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，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。我是课代表 Tim，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。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，网址是 livepluscanada.com，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。大家知道，肠道不仅是消化食物的地方，更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。小肠内壁结构展开之后呢，大约有200平方米，相当于一个网球场那么大。这个网球场不仅是消化食物的工厂，更是人体健康的守门员。它负责吸收对我们人体有用的营养，还与免疫系统、神经系统密切合作，防止有害的物质进入血液循环，起到屏障的作用。肠漏症在专业领域里的叫法叫做肠道通透性增加，是指肠道内壁屏障功能受到损伤，导致原本应被阻挡在外的有害物质，像毒素啊、未完全消化的食物颗粒啊、细菌啊渗入血液，从而影响我们的整体健康还有营养吸收。你可以把肠道想象成一张纱窗，这个纱窗呢能让新鲜的空气，也就是营养素自由的流通，但又能把蚊子、苍蝇这些害虫挡在外面。那如果这张纱窗破了洞，蚊子、苍蝇就能钻进身体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肠漏症了。那肠漏症是如何导致的？一般来说，与现代人的饮食习惯、生活方式还有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。比如说饮食，现代人大量摄入精致的糖和加工食品，而研究表明呢，高糖的饮食会增加肠道的通透性。另外，很多食物里包含的麸质，对某些人来说，特别是患有乳糜泻的人来说，可能损害肠壁并增加通透性。最后呢，是酒精。过量饮酒会直接损伤肠道的上皮细胞，从而容易触发肠漏。在生活方式上，现代人普遍压力较大，而且睡眠不足，而长期压力和睡眠不足确实可以增加肠的通透性，也会影响肠、脑轴还有免疫系统的功能。最后就是频繁的使用抗生素，长期服用像布洛芬这些非载体抗炎药，都会因为破坏肠道菌群平衡，降低肠黏膜的保护机制，从而加大肠漏的几率。咱们前面说过，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的场所，一旦不能正常的工作，会使我们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大打折扣。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主要会受到影响的是以下一些营养素。一个是肠黏膜受损会导致维生素 B12、铁、锌、镁等关键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收效率下降。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呢，对能量代谢、免疫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。一项发表在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期刊上的荟萃分析就指出，慢性肠漏人群当中，缺铁性贫血和 B 族维生素不足的比率显著高于对照组。二是人体正常情况下会将蛋白质分解成个头很小的氨基酸，然后通过肠道上皮细胞进入血液循环。但一旦肠道通透性过强，也就是肠漏的情况下，蛋白质未被完全分解，就有机会进入血液。这些大分子呢，通常会被免疫系统误认为是外来的入侵者，从而触发过敏反应或者慢性的炎症，也就是对乳蛋白、麸质过敏等等。三是维生素 A、D、E、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需要健康的脂类消化和肠道环境才能顺利吸收，但肠漏引发的肠道发炎还有胆汁分泌异常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利用。上面这些营养吸收的过程一旦被破坏，消化系统呢首先出现预警，比如腹胀、腹痛、腹泻或者便秘，或者两者交替出现。还有就是食物不耐受或敏感性增加，时间久了会出现更多的全身性症状，比如慢性的疲劳、头痛或偏头痛、关节疼痛，皮肤也会频繁出现问题，像湿疹、痤疮、荨麻疹等等，还会有一些认知上的问题，像脑雾啊，以及情绪波动、焦虑还有抑郁。那如何预防或者改善肠漏呢？最核心的策略是调节你的饮食习惯。以下4点记住啊：一是消除潜在的刺激性食物，像麸质啊、乳制品、精制糖、加工食品，还有酒精等等。二是增加抗炎的食物，也就是多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类、亚麻籽、橄榄油、坚果，还有蔬菜水果等等。三是摄入富含谷氨酰胺的食物，谷氨酰胺呢是肠上皮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，我们可以从肉类、鱼类、豆类还有发酵食品当中获取。四是多补充膳食纤维，支持有益生菌生长的益生元，像洋葱啊、香蕉、苹果、奇亚籽，这些
都是不错的膳食纤维来源。那如果你是匆忙的上班族，没有办法通过日常饮食来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，那么就是膳食补充剂派上用场的时候了。这里课代表推荐几款非常有针对性的产品，可以预防或者减轻肠漏的情况。第一个呢是谷氨酰胺，像前面说的，谷氨酰胺是肠道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，它也可以起到类似胶水的作用，加速黏膜的修复，减少肠道的通透性，降低炎症。第二个呢是益生菌，很多特定的菌株，像鼠李糖乳杆菌、双歧杆菌，都能有助于增强肠道内壁的紧密连接，抵抗病原菌，促进肠道的抗炎作用。之所以推荐这款产品，是因为里面除了益生菌之外，还添加了一些谷氨酰胺，所以对轻度和预防的人群来说，可以起到双重保护的作用。第三个是锌，锌是维持上皮细胞完整性的重要矿物质。如果我们身体缺少锌，相当于肠道缺了修建屏障的原材料，所以肠漏人群特别需要注意补充锌。那如果你觉得上面的营养素分开补充有点太麻烦了，可以考虑直接选择这类的复合产品，上面几种营养素全都包括了，像锌也选择了更专业的锌基肽，对胃部黏膜受损人群也能起到帮助的作用，属于非常完整的胃肠道综合养护方案了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，欢迎关注点赞，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。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，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.com，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。想提醒您的是，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